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都很好奇，但又经常被误解的问题：在美国，什么样的收入和净资产才算富有？不同的州、不同年龄段，富有和经济舒适区的标准差别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会和你一起拆解几个核心问题。在美国，不同的州要进入收入和净资产的前1%、前5%，大概需要什么样的水平？东西海岸和中部各州同样20万、50万的收入，生活体验为什么天差地别？按年龄段，不同世代的人眼中，富有和经济舒适区到底差到什么程度？站在个人的角度，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主动去靠近自己的财务舒适区和财务自由？无论你是想提升自己的财务状况，在考虑要不要换城市、换州，还是想单纯看一看美国这个非常魔幻的财富分布，希望这期视频能给你一些新的视角。我们开始吧。在进入各个州之前，我们先把全美国的大致数字摆上桌面，建立一个总体的框架。全美的中位数的工资大约是8万美金，而中位净资产大约是20万美金。在一些研究中，如果你想进入全美前1%的收入的人群，大概需要年收入接近于80万美元左右，净资产接近于1000万美元左右。而要进入全美前5%，大致是年收入30万美金左右，净资产在200-300万美金这个量级。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些数字对于大部分的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是非常遥远了，太难了。但这只是全美国的平均门槛，而真正关键的在于你住在哪里。同样的25万年薪，在一个州可能属于非常富有，在另外一个州可能只是上中产 （upper middle class）， 也就是勉强买得起房。这就把我们带到下一个部分：不同州收入前1%的门槛是什么？从收入的角度来看，美国不同的州的前1%的门槛差异非常大，背后是经济结构的不一样，主导产业的不一样，生活成本和税负也完全不一样。我们先来看几个代表性的州，这些数据来自于 Smart Asset 的报道。首先是高门槛的代表，来自东西海岸的高压区。第一，康涅狄格州，靠华尔街吃饭。在最新的数据里边，要想进入康涅狄格州年收入的前1%，年收入需要超过106万美金，排名第一。如果你想进入前5%，那需要年薪超过36万美金。康州本身不大，但它深受纽约金融业的辐射，很多人在华尔街、投行、对冲基金工作，高薪的律师、医药企业的高管、资产管理人非常集中，工资加奖金加股票激励拉高了整体的收入门槛，所以在这里没有100万的年收入，基本迈不进前1%。而且康州是唯一需要年收入超过100万才能进入前1%的州。第二，加利福尼亚州，这是科技与股票奖励堆出来的门槛。在加州，尤其是湾区，要进入前1%，年收入门槛大概在91万美金这个量级。要想进入前5%，年收入大概需要35万美金。这里的高收入人群主要来自于科技公司的工程师、架构师、科学家、Big Tech 和独角兽公司中的中高层管理者、创业者加股票分红加股权兑现，很多人光是工资就已经很高了，再加上 RSU 也就是限制型股票 IPO 之后的套现，科技股的长期上涨，整体把前1%的门槛推得更高。但是高收入的另一面是房价极高，几十万也只是首付，州税也很高，各种生活成本都非常的感人。所以在加州，收入很高和感觉自己真的很富有，这个体验完全是两码事儿。第三，华盛顿州，这里是科技巨头堆出来的高收入带。华盛顿州收入的前1%的门槛大概在82万美金，核心城市就是西雅图，要想进入前5%，需要达到36万美金。这里有微软、亚马逊以及一大堆的周边科技公司。高收入的群体集中在技术岗位，比如软件工程师、系统架构师、高管，再加上股票期权、股票增值，这些都在不断的推高当地的前1%的门槛。第四，新泽西州，这是被纽约溢出的高收入群。新泽西的前1%的收入门槛大概在90万美金这个级别，要想进去前5%，大概需要35万美金左右。
原因很简单，靠近纽约市，很多是住在新泽西，在纽约工作的金融、法律、咨询、医疗专业人士，他们的收入结构跟纽约高度绑定。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块住在郊区、工作在曼哈顿的地方。下面我们来看看中部和南部的代表，这里的收入门槛低很多，但生活质量未必差。第一，德克萨斯州，这里高收入，无州税，较低的生活成本。德州收入的前1%的门槛大约在74万美金，对比东西海岸，收入门槛明显低了一些。要想进入前5%，则需要达到28万美金。德州的特点是产业结构包括能源、石油、制造业、科技、物流等等，不用交1分钱的州所得税，生活成本整体低于加州和纽约。所以在德州60万的收入，生活体验可能比加州、纽约80万美金的收入还要舒服得多，房子更大，地更多，税更低，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第二，伊利诺伊州，中西部的金融和咨询中心。伊利诺伊州，尤其是芝加哥，年收入前1%的门槛大概是73万美金左右，要想进入前5%，大概需要29万美金。这里的产业包括金融、咨询、商业服务、医疗。这里因为房价较东西海岸相对便宜，生活成本相对温和，中高收入的家庭在这里更容易存下钱，实现净资产的持续积累。第三，密苏里州，中部典型代表。密苏里州的前1%的年收入门槛大约在56万美金左右，而前5%的年收入需要达到大约24万美金。这里的高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医疗、法律、农业相关的产业，部分本地的企业主。但由于当地的生活成本很低，房价相对便宜，即使收入门槛不高，也可以享受较高的生活质量。下面我们看看最容易成为前1%的几个州，门槛比较低，但机会也少。如果从收入门槛来看，收入前1%门槛最低的州通常包括西弗吉尼亚、密西西比、新墨西哥、肯塔基、阿肯色州等等，年收入要进入到前1%，需要大概40万到50万美金，进入前5%只需要20万美金左右。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前1%的收入门槛比全国平均要少20-30万美金以上，生活成本低，房价更便宜，但同时经济规模较小，高薪行业不多，就业机会也相对有限。总之，在这些州看起来成为当地的前1%比较容易，但是你要能找到能冲进前1%的收入的工作，本身就没有那么容易。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各州净资产前1%的门槛，毕竟收入只是起点，资产才是最终衡量标准。收入是流量，净资产才是存量。从财富的角度来看，净资产往往比收入更能反映一个家庭的真实财务状况。你赚得多，如果花的也多，负债也多，净资产也未必高。净资产的统计更新不如收入那么频繁。下面我们来看来自于 Windfall 2020到2021年的整理的数据，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我们先来看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州。加州净资产前1%的门槛约为680万美元，华盛顿州净资产前1%的门槛约为431万美元，康涅狄格州净资产前1%的门槛约为360万美元，新泽西州净资产前1%的门槛大约是355万美元。这些数字大致说明了两个现象：高收入的州一般会有更高的净资产门槛，尤其是金融、科技、医疗、咨询高度集中的地区。房产加投资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沿海的几个州虽然房价贵，但长周期来看，很多核心城市房价涨幅惊人。房产叠加股市、私募股权、公司股权等等资产，让高收入人群的净资产增速远远快于普通的家庭。下面我们来看看内陆和几个低成本的州，这些地方的净资产门槛低，但财务体验感可能更好。很多中西部和南部的州净资产前1%的门槛远远低于沿海的州，比如伊利诺伊州净资产前1%的门槛约为190万美元，德克萨斯州净资产门槛大约为126万美元，密苏里州净资产前1%的门槛约为111万美元，德克萨斯州净资产前1%的门槛约为91万美元。同时，这些地方的房价、日常开销、税负压力也小得多，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对比。加州一个净资产300万的家庭，
可能背着高额的房贷、昂贵的教育成本、税负沉重，感觉自己也就还行。在中西部某个小城市，一个净资产150万美元的家庭已经可以算是没有房贷压力、储蓄充沛，过得非常舒服了。这就是所谓的同样的净资产，在不同的州买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除了地理位置，在美国对富有和经济舒适的定义还强烈地依赖着年龄和人生阶段。咱们先拿全美的数据作为参考，根据 Charles Schwab 的报道，2025年人们认为富有所需要的净资产是230万美金，人们认为能够经济舒适需要大约84万美金。Z 世代，也就是18到24岁，认为富有的净资产门槛约为170万美金，认为经济舒适区的净资产门槛约为33万美元。他们大多刚起步，比如刚毕业、刚工作，压力来自于房租、学生贷款、起步资金等等。那么千禧一代大概是25到40岁，他们认为富有的净资产门槛约为210万美元，认为经济舒适区的净资产门槛大约是85万美元。这一代人正在买房、养娃，考虑未来教育和退休。他们经历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风险特别的敏感，财富目标开始从活得下去变为活得稳，还能有余力规划未来。他们会更重视 401k、IRA 等退休账户，更关注房产长期投资，消费整体相对保守，并希望尽快能建立家庭版的安全网。下面进入 X 世代，大概就是41到56岁，他们认为富有的净资产门槛约为210万美元，认为经济舒适区的净资产门槛约为78万美元。这个年龄通常处于收入的高峰期，同时也有像三明治式的压力，上有老需要医疗照顾，下有小需要教育和抚养，中间还有房贷等等。他们关心的重点是资产的稳定性、抗风险能力，未来10几20年的现金流如何获得，以及如何保证退休后不掉阶层，不大幅降低生活质量。然后我们进入婴儿潮一代 Boomers， 大概是57到75岁，认为富有的净资产门槛约为280万美金，认为经济舒适区的净资产门槛约为94万美金。对于他们来说，财富的意义更多变成了能不能安心退休，他们更在意的是现金流的稳定性，比如养老金、社安金、投资收益等等，医疗和长期照护支出能不能覆盖，以及能不能在不工作甚至身体状况一般的情况下依然活得体面。在投资风格上，他们更偏向于保守，更重视的是债券、年金、不动产、股息等稳定的收益，不太愿意用高波动资产去赌一个暴富的机会。我们总结一下年龄维度，年轻人更关心的是别被生活压垮，有上升空间就行；中年人更关心的是守住家庭，稳住阶层，把孩子养育好；临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更关心的是现金流的稳定性，别在晚年被账单吓醒。所有年龄段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净资产和现金流，可以支撑一种不被钱控制，而是自己有选择权的生活。富有的定义其实是多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几个维度非常关键。第一个维度，地理位置，你住在哪里直接改变数字的含义。同样是100万美金的净资产，在旧金山、纽约可能就是还行。想象一下，一个硅谷程序员，年收入20万，但背着高房贷、教育支出、生活成本，每个月结完账单，感觉自己也没多富有。在中西部小城或南部一些州，100万美金的净资产可能已经是别人眼中的有钱人了。你再想象一个中西部的农场主，收入未必到20万美金，但有几百亩地，房子没什么贷款，日常生活压力也没那么大，主观的感受反而是更富足。所以同样的数字在不同的地方买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地理位置决定了房产价格、税负、教育和医疗成本，以及你周围的人是5万年薪还是50万的年薪，这会极大的改变你的相对财富感受。第二个维度是收入结构，只有单一工资收入的人对于富有的定义往往更加保守，而拥有多元化收入来源的人，比如有工资、有租金、有股息、有生意分红等等，通常会把目标定得更高。举个例子，比如 Josh 只有工资收入，存到30到50万美元就觉得我已经很安全了，而 Peter
有工资，有几套出租房，有股票分红，有小生意，他可能觉得没有持续增长的现金流，真不敢说自己富有。你可以把多元化收入理解为你不工作的时候，仍有一小群工人资产在替你上班，这会极大改变一个人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对于富有的期待值，以及实现财务自由的路径设计。第三个维度是财务责任。如果你要养多几个人，直接抬高了舒适区的门槛。一个单身年轻人对比一个有2个孩子还有赡养老人的中年人，对于富有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单身只需要能覆盖房租、日常消费和一些旅行，净资产几十万就已经觉得非常舒服了。有家庭责任的要考虑孩子的教育、房贷、父母医疗，需要更高的现金流和更大的缓冲区。所以随着你的人生角色发生变化，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变成了一家几口都指望着你，你的经济舒适区门槛一定会被迫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年轻时觉得50万就很有钱，40多岁一算账，觉得没有200万美金根本都不敢退休。第四个维度，退休计划。越接近于终点，富有的定义越以现金流为核心。随着年龄增长，富有越来越不再是一个绝对数字，而是一个能不能支持我退休后20到30年现金流的问题。很多人到了50多岁，会开始认真问自己，我的退休账户到底够不够？如果不工作，房贷、医疗、日常开销能撑几年？社保、养老金加投资收益够不够覆盖通货膨胀？所以对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没有可靠的现金流支撑，再高的净资产数字心里也不会觉得富有。第五个维度，选在美国哪个州生活也是选人生的剧本。所以如果是你觉得哪一类州适合你呢？把前面的所有东西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粗略的把州分成3类，你可以对照自己目前所处的阶段来想。第一类，高门槛高机会的州，适合冲收入的人群，比如加州、纽约、马萨诸塞、新泽西、康涅狄格、华盛顿等等，比较适合刚毕业、职业早期，想进入比如金融、科技公司、咨询、律所、大型医药公司的人。还有中年阶段已经收入较高，希望利用大城市的资源和网络，做更大规模的事业或投资。这里的优点是高薪工作多，产业集中，资源丰富，人脉和机会密度极高。缺点是生活成本和税负极高，竞争激烈，压力很大，财富感很容易就被周围的人给稀释掉了。第二类是低门槛低成本的州，适合财务防守加享受生活，比如弗吉尼亚、密西西比、新墨西哥、肯塔基部分中西部和南部的州，比较适合已经有一定的净资产，希望减少财务压力，让现有的储蓄和资产用得更久，适合退休人群以及不追求高收入但追求生活质量和节奏。这些地方的特点是房价便宜，生活成本低，税负轻，对于退休金和被动收入来说购买力更高。缺点是高薪岗位和优质机会较少，对于年轻人的职业发展不一定友好。第三类，中等门槛经济高速成长的州，是性价比高的区域，比如佐治亚、北卡、德州、亚利桑那、犹他等等。这类州的特点是工作机会还不错，薪资中上，生活成本没有大城市那么离谱，适合财务旅程的加速期，比如收入增长加大力存钱和投资，以及希望在保证生活质量的同时实现更高储蓄率的人。最后我们回到个人层面，你不能决定你出生在哪个州，但你可以决定自己怎么规划财务。下面分享一些不管你在哪个州哪个年龄段都值得做的几件事情。第一，建立紧急预备金，先活得稳再谈投资，目标是储蓄3到6个月的生活开支，用途是为了应对失业、疾病、家庭突发事件，把这些钱放在高流动性的账户，比如高收益的储蓄账户、货币基金等等。没有紧急预备金，任何投资策略都经不起一次意外。第二，学会基础投资，让钱替你工作。如果刚入门，低成本的指数基金 ETF 是很好的起点，有一定经验后，可以适度增加股票、优质公司、房地产等权重。核心思想是越早开始，越相信时间以及复利的力量，而不是预测。第三，控制生活开支，先付给自己，把打算投资和储蓄的资金先拿出来，比如要做简单的预算，记录大概3个月的生活支出，找出完全没必要的消费，以及可以用更低成本替代的支出，
把省下来的钱系统性的存入投资账户，而不是躺在 checking account 支票账户里慢慢被花掉。第四，如果工作允许，考虑高收入地区工作，低成本地区生活。疫情后能远程工作的岗位越来越多，一个非常现实的策略是拿一线城市高收入州的工资，住在生活成本更低的州或城市。这其实就是用地理差异帮你加杠杆。第五，提升职业技能，让每个小时更值钱。投资自己往往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之一。无论是学习，比如数据分析、编程、营销，获取专业资格证书等等，长期来看，收入能力提高会比你在某个股票上多赚一点钱更能决定你最终能否到达自己的财富舒适区。第六，多元化投资，别把命运压在单一的赛道上，不要把所有钱都压在一只股票、一套房子、一个行业中。不同资产在不同经济周期表现不一样，适度分散换来的是睡得更好，底层风险更小。第七，尽早规划退休账户，让时间和税收政策站在你这边。比如多利用 401k、LA、Roth IRA 等税收优惠的账户，越早开始，复利效应就越夸张。即使每个月只是小额，几十年后也是一大笔钱。你可以把它当做给未来自己买的自由时间和舒适的财务生活。所以财富的本质是选择权。你可以把自己的财务状况想象成一辆车，你住的州是这辆车跑在什么样的路上，高速路还是土路？你的收入结构是发动机，排量是大还是小？你的家庭责任是车上坐了几个人？你的投资决策是给车加油还是给车漏油？只要你认真想清楚自己要去哪里，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个位置，愿意一步步调整方向，控制好油门和刹车，财务自由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可以被拆分、被规划、被逼近的目标。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对于不同州的收入净资产门槛或者按年龄段的财富标准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别忘了订阅、点赞以及留言，并分享给需要的朋友。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